娘，哎，韶华到了吗？啊，还没呢。这都快到晌午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可能是路上耽误了吧。少忠，少忠，去看看你妹走到哪儿了。我就担心别是陈家那老太婆把她给绊住了吧。哎呦，你这又是鸡又是肉的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一个大洋，花这么多？娘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，曾老爷给60个大洋呢。也是。哎，我记得咱们家没有什么余钱了，你哪来的这1个大洋啊？我管冯大姐借的，回头还她不就完了吗？我觉得呢，最好是今天曾老爷就能下聘。我说你至于吗？啊？什么至于吗？我还不是给你妹妹面子呀。她那天特别跟我说了，不能让人曾老爷小瞧咱们楚家。来，换上。哎，换上呀！不换。你刘燕儿，曾老爷来了，快点儿！这么早就来了？娘，曾老爷，哎，曾老爷好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周燕吧？呀。你知道我？那当然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妹韶华她还没回来。不，你妹妹在不在不重要，有你在就行了啊。哎呀，曾老爷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哎，曾老爷，屋里坐吧。请。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得，不客气了啊。哎，娘，烧水。曾老爷，我家妹妹提到您真是赞不绝口，对这门亲事呢也是特别的满意。曾老爷，您满意吗？我当然满意呀。哎呀，您满意就好，真是太好了。你妹妹说的时候，我还怀疑呢。今天这一看，果然旺夫已死啊！曾老爷，您可真会说话。哎，要不今儿咱们就把日子给定了？这么快？好事嘛，那当然是越快越好啦。你比我还急。你不急呀？人生的3大喜事儿，洞房花烛夜。怎么着？你都想到洞房花烛夜了？曾老爷，你可真有意思，不洞房花烛夜，怎么生儿子呢？对，生俩儿子。说好了，曾老爷，明年生儿子。明年？就这身材？等不到明年。你干什么？咱都洞房花烛夜了，有什么害羞的样儿，是吧？你个老东西！看这笔要这么拿，看树，那给我真给我认上，那个树啊，就说那个媒婆啊，那脑子有问题呀。人家男人好好的，他把那个媳妇儿介绍给那个老头，那老头还上门提亲呢。啊！当着人家男人的面提亲，可不吗？到人家里还动手动脚的，哎呀，真丢人！哎，娘哪个村子的事儿？楚韶华，你干的什么事儿？你还敢算计我？楚韶华，我这儿跟你没完！啊！我还跟你没完呢！你敢打我？我是你嫂子！你要真把你自己当成我嫂子，你就做不出来这种下流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婆婆和我弟妹都在场，我要是把你做的好事说出来，恐怕想打你的就不止我一个了。我那是为你好。哼，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好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周燕，我警告你，这次这事儿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。
往后你要还想再跟我这儿打馊主意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行，楚少华，我也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我和韶忠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没你这门亲。干嘛？给我滚！别跟我得意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嫂子，你干嘛打他呀？娘刚才说的那事儿，那媳妇儿就是他啊！我一回来就明确告诉过他，我呢只想带着轩轩好好的过日子，其他什么都不想。他却编排我，想把我许给一个老头做填房，还想从中捞上一笔。那你又把那老头你介绍给他了？他要这么算计我，我也不可能客气。就是，你早说呀，老大家的！那刚才他进来，我就给他俩耳刮子，以为我们陈家人都好欺负呢。就是，活该。不是老大家的，那你以后你就不打算再嫁了吗？娘，我要真有这样的心思的话，我就不会跟我那嫂子有这一出了。老大家的。这些年大顺儿跟娘可是没白疼你哟。娘，别跟轩轩面前说这些。好，写的真好。从今儿以后啊，你们俩那个都吃精粮，臣家不缺这点。那娘，您能借给我20个大洋吗？借钱？嗯。绝对不行，这借钱说得出口。这些多少？死当还是活当啊？死当多少钱？活当多少？死当25大洋，活当15大洋。这些首饰。置办的时候至少得100大洋呢。死当吧。得嘞，破铜烂铁一堆，死当25大洋。等等，再加上这个。这么着，我再给你加1大洋，一共是26大洋。哎，那大叔，您这一季大概能收多少子碗啊？1000多斤吧。全部给我吧。我按历史最高价3角5一斤，跟您结算怎么样？当真？当然，我们可以立约为证，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付您1成的定金。等齐州要事结束那一天，我将付齐所有的尾款。好，太好了。但是啊，我可有条件的。第一，就您这些子碗，不能再给其他人了。第二，您给先交货。第三，咱们之间所有的约定，必须严格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没问题。用还没有交货的生药抵押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。所谓抵押，不过是以物质钱。虽说生药抵押没有先例，但我手上这批子碗，的的确确是值500大洋的，并不违背以物质钱的根本。但是子碗的价格有高有低啊。那就按上一季子碗的价格2角1斤来计算，我手上这批1500斤的子碗，价值怎么也有300大洋了。而药市上从来都是上一季涨的，下一季必跌；上一季跌的，下一季必涨。所以你们银号并无风险。我最多只能给你150大洋。也行。
各位大哥，我这手上是1成的定金，一共是150个大洋。我也没别的要求，就是希望你们把手里这4000多斤的紫碗，收割之后全部都给我，账期到要事最后一天。我以这4000多斤紫碗做抵押。最多给你500大洋。你们不用亲自到药市上去叫卖，也不会被那些药商联手盘剥了。这个好，我借4000大洋，以我手上的15000斤齐州紫碗做抵押。15000斤，也只值1500大洋啊。这齐州的药市马上就要开市了，也不知道紫碗的价格能不能涨点儿。你一个开典当行的，怎么关心起紫碗了？你是有所不知啊，我手里面有1万多斤紫碗呢。你还别说，我手里还有4000多斤呢。我手上也有齐州紫碗，倒是不多，只有1500多斤。哟，奇了怪了，你们手上怎么都有齐州紫碗？不会你们都要改行做生药生意吧？对呀，你们手上怎么也有啊？我的齐州紫碗是陈家村的陈大少奶奶来抵押的。哎，我的钱也是放给她的，也是以齐州紫碗做的抵押。不会你的生意也是跟他做的吧？坏了，正是他。那有问题啊！你要贷多少款啊？啊，我想贷5000大洋。这么大笔款，必须有同等价值的抵押，我们才敢放款。我这手上呢，有4万多斤的齐州紫碗，至少价值8000大洋。只要齐州药市一开市，我就可以全部兑现。想让我放款给你，绝不可能。陈家大少奶奶，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啊！我们几个在钱庄银号也算是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居然都被你给骗了啊！得亏我们发现及时，看你今天往哪里跑！几位掌柜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，让你们如此惊慌啊？您用50大洋骗了我150大洋，现在竟然还想从大发银号骗5000大洋走。赵掌柜，您这个骗子，我有点不服。请问，我跟您签约的时候哪一句不实啊？可是，哎，你拿着我们的钱打着滚的抵押来抵押去，你胆子可真大呀！我虽然胆大，但是做的并未出格。你们这几家，谁家定规了，我不能这样抵押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嘴还这么硬，哎，就是。你们的本金，我都用在了该用之处，而抵押给你们的紫碗呢，现在都长势喜人，眼看丰收在即了，你们的本金和利银，也都可以圆满收回。哎，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吧？可你这么做，知不知道这风险有多大？当然知道。如果今年齐州紫碗的价格跌破2角，那我就颗粒无收，你们也只能收回本金。但是如果跌破了1角8，那我们大家都有亏损。哎呦，姑奶奶，这钱我不放了，你退给我吧。哎，我的钱你也退给我。听这话意思是要违约啊？哎，这话要是传出去了，正康钱庄和双福典当行的名誉可都是大打折扣的，而你们在这一行的名声也都会有损失。老孙老钱，稍安勿躁啊！不要冲动啊！哎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是区几百大洋，我可是上千的。我的也是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贷给我的款子，我已经全都给药农了，我现在身上可是一文都不剩了。你，我知道你在怕什么，您不是就怕今年齐州紫碗的价格跌破2角吗？但我有办法，不仅让今年的价格不跌，我还甚至能让今年的价格远超历史最高价。有什么办法？其实去年紫碗的价格大跌呢，
那都是因为药商们联手压价所致。那我们今年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，把价格抬上去。这怎么抬呀？那就需要李掌柜帮忙了。我？只要您能把5000大洋带给我，让我把这一季的紫碗都收完了，那今年齐州紫碗的价格就是我说了算。带给他，老李。不是，你们刚才还在这……哎，老李，你必须得带给他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完了。5000大洋呢？不是还有4万斤的齐州紫碗吗？那万一卖不出去呢？卖不上价呢？哎呀，老李，只要你进来，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啊！这样吧，李掌柜，如果您肯带给我，让我把这一季的紫碗都收完，那你们的利银，我可以再上付一成。老李，如果你现银不够，我可以拆借给你啊。老李，去年你求我办事儿，我可都答应了。今天是你还情的时候。是，老李，别犹豫了，这买卖准赚，可以进。那5000也太多了，4000够吧？足够。小王，哎，大少奶奶，今天怎么样？哎，我跟您说啊，今天来了好几波客人，价格给的都挺高的，最高开到7角一斤。但我按照您的吩咐，把他们都打发了。好。大少奶奶，我想问问，您到底多少价格才肯卖啊？哎，大少奶奶，有客人。谁是主事儿的？是你。易掌柜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长出息了。我说怎么着，这个齐州城的这个紫碗看不见呢，原来都在你这儿啊！哎，请坐。是啊，一共10多万斤吧。哎呀，你自个儿收这么多，卖得出去吗？这不您都上门来了。我上门来了，我是听说你这儿好多货卖不出去，乡里乡亲的，我是过来帮你个忙。这个价钱呢，就按去年的价钱，2角一斤，全给我啊。紫碗今日的最新价是7角一斤，而且还买不到。这种谣言你都信呐？我跟你说呀，今年的紫碗品相不好，价钱比去年还低呢。小王，把那个给我。是吗？咱不说这个了哈，我这个人呢心肠软，您呢也是年轻守寡也不容易，我再跟你加1角，3角一斤，你如果能卖呢，我就买；你要如果觉得不合适呢，我也不跟你啰嗦，我就去明关镇找那些药农。明关镇的紫碗，全部都在我手上。那就郑章镇。郑章镇的也都在我手上。我呀，不信。那要不要我把跟那些当地药农签的契约给您看一下？嗨，不用不用不用。这是干什么？琼家附录。我知道，我给你添置的这些首饰你不稀罕，还是带着吧。万一一路上这个手头紧，可以卖了换点钱。大顺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性子太傲，他要强，
夏家不比陈家，高门大户，人多眼杂。你到时候去了之后，你千万要收敛些许，不必处处掐劲儿，凡事占个上风。少华，你虽然是个女子，但是刚烈起来，很多男人的比不过。老话说得好，知刚则易折，知柔则无损。这个夫妻之道呢，要阴阳互补，刚柔并济。到时候你跟夏初成亲之后呢，适当之时还是要婉转忍让。陈大顺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夏初说了，他在两路口等你呢。我没有说要跟他走呀。明天一早，我送你去两路口。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想撵我走，对吧？就算是吧。难道你不想跟他走吗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就是多想，最终你都不会走，因为你觉得那样做，你肯定会觉得对不起我。我其实也可以把你留在我身边，但是那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少华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我自己配不上你。别胡说。你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女孩，聪明、能干、勇敢，而我呢，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男人。大顺，这十里八乡的，谁不知道是我高攀了你？他们那些人，就只是看到了谁家有钱，谁家没钱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无价之宝。如果不是韶中出事情，我根本够不着你。其实，你跟夏初才是真正的般配。不是这样的，大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应该是我。你应该嫁给他，但我却娶了你。是我不好。你已经很好了，少华，真的。以我的资质，能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一段日子，已经是老天爷的恩赐了。所以呢，我不能再贪了。大顺。少华，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天的开心。我唯一能回报你的就是把你撵走，给你自由。你是知情知性之人，我估摸着那个夏初也是激进的性子。你们俩都是干大事的人，但是难免会惹祸上身，所以你该拉你就得拉他，你不能事事一直的往前，知道吗？大顺，大顺儿，大顺儿，开门呢！大顺儿，大白天的你关着门干嘛呀？也不说话。大顺儿，这别出点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这干嘛呀？哎，这动坏了，娘。
那是不是喝多了呀？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？大哥，娘，兴许是中邪了。你才中邪了你！哎呀，你嫂子呢？我没看见。怎么回事啊？老爷，爹，这大顺在屋里门也不开，大白天的，你说你怎么叫他也不吱个声儿。大顺，大顺，老大家的也没在，去给我找把斧子。哎，会不会出事把他给那？嫂子，嫂子回来了。嫂子上哪儿去了？这手里拎的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手里头。离开，还是留下来？我说了算。少华，给你。你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？我自己会去的。我相信，有那么一天，我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，就算这过程苦一点、累一点、漫长一点，都没关系。一路顺风。少华，让我下来，让我下来！我不怕，我开心，我开心。爹和娘都看着呢。怎么了？妈，我是不是把你转晕了？啊，没事吧？有了。我有娃了！爹，我有娃了，有娃了，我有娃了，有娃了，我有娃了，有了，爹，有了，哎呀，有了。北京城喽！哇，这儿楼好高啊！这儿的路真宽啊！哎，这是什么人？这，哎呦，洋人，这就是洋人啊！洋人是要打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把你抓了，给你煮了吃了。吃了。
娘，哎，这个院子可是没以前那么大哈，但是甭管怎么说，总算是咱们在北京城安了家了。哎，这规矩呢，一条也不能少。老大家的，你给我听清楚了。嫂子，能听着呢。第1条，你们2个人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能随便走出这个院子，哪怕是1步。第2条，就算是我同意了，你们也不能1个人出去，怎么的都得有人陪着。娘，你放心，就算你让我1个人出门，我都不会去的。第3条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能跟外人说话，哪怕是1句。第4条，外人来咱们家，你们2个人在屋里面待着。第5条，2个人有活抢着干，老爷到点儿他要吃饭。这糖醋味啊，你就记住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。这1勺料酒，2勺酱油，3勺糖，4勺醋，5勺水。1勺料酒，2勺。2勺什么来着？ 2勺酱油。哎呀，我这脑子，没事儿，到时候啊，我给你写下来啊。我不识字儿，那我就多教你几遍。哎，我给你画一个吧。嫂子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你过来，我教你怎么和面。行。那2个大洋你全再加点面粉。对呀，就这点面，我自个儿还贴了几个铜板呢。老二哎，2个大洋那是要过1个月的。哎呦喂，你说那是老家，这儿可是北京城，那什么玩意儿都贵呀。说的不好听的，你出去喝口凉水，人家管你要钱呢。真是，你是不是拿着钱你去干别的事儿？绝对没有，一定有。你要是不相信我啊，就别让我去，我也不管了。下次你自己去。我自己去，我就自己去。我跟你跟我说，菜市场怎么去？娘，我可就只说一回啊。出门左拐出胡同，往东，走个几十步再左拐，穿过史家胡同，你建一路口啊，走西南那个口，再走个几十步，绕过了一个大水坑，奔北走2步就到了。娘，您要的去菜市场路线图，我可给你画好了。你搁那儿吧。好的。你看我这块料，要是做香囊啊，你说是不是有点素呢？娘，您瞅您问这人，我哪有什么眼光，哪有您眼光好啊？哎，我把茶水给您续上啊。可惜了这块料了。娘，来喝茶，茶烫啊。哎呦，哎呀，娘，对不起，我这手一滑就。我说过你多少回，你说你像我们这种大户人家的媳妇儿吗？你整天你毛毛草草的，你瞧瞧我这裙子，我今天我刚换上的呀。这娘，要不您先去换件新的，把这件脱下来，我今晚上给您拿去洗了，等明儿干了熨好了给你再送回来。可给我抽起来啊！哎，你说你真是的你，我也没想到，真是，我也真没想到，确实是没想到呀，竟然没想到呀。这怎么还没开饭啊？娘还没回来呢。这都几点了？要不你先吃吧，你吃完了赶紧给爹和大顺送饭去。嫂子，你这手是仙女的手吧？这饼可太香了。今天啊是弟妹的手艺。啊？嫂子教的。那不还是嫂子好？
对了，老二，咱的店铺离这儿远吗？不远啊，驸马街。这娘上哪儿来了呀？买菜去了，什么时候出了门？天不亮就走了。那你该回来了呀。菜市场离这儿不到3里地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娘不会被洋人抓走煮了吃了吧？要吃就先吃你。哎呀，哎呀，这算是到家了。哎呀，到家了啊！来人呐！哎呦，老二，我的娘哎！怎么了这是？哎呦，二顺呐，你差点看不见你娘了。哎呀，你杵着干嘛呀？给娘打个热毛巾来呀！哎呦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这才给你2耳光子，你给我画的是什么图啊？家到菜市场的图啊？什么图？我照着他那图走，我是越走越偏呢，我是越走越远，我是越走越看不见人影啊！我说走的我都心惊胆战了，我想该拐弯了。我说妈呀，来了一个洋鬼子，还跟我说话呢。洋人是会吃人的。是啊，给我吓的呀！我就撒腿我就跑啊，跑的我鞋掉了我都不知道。我就使劲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朝着有人的地方跑。我后来碰上一个人，那个人跟我说：“你走的这个方向完全都是反的。”哟，那娘您这是走哪儿去了呀？我哪知道啊？你怎么回来的呀？废话，我记得咱们这个胡同名呢，我就这么着，幸亏我记得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这么着，一路我就这么回来的，累死我了，快！娘，您可真受罪了。是啊，累死我了。二顺呐，都赖你，自己走反了，赖我。你故意把那个图画反了，他故意让我找不着那菜市场。把那图拿出来看看。那图跑丢了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。你这能赖上我吗？这是。好了，老二，娘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就是笨。你吃好了没有啊？要吃好了，赶紧给爹他们送饭去。还没去送饭呢，你磨蹭什么呢？你爹等着这顿饭呢。这不等您呢吗？快去吧，你爹等着你这饭呢。别杵那儿去，把我那烟袋给我拿来，我想抽一口。哎。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二顺啊，他是故意的，他就想让我找不着那菜市场。那么这个家呢，只有他一个人能去菜市场买菜，这样的话，他就能每天贪我2块大洋。老二，不会吧？你不知道吗？头几年他在药铺上帮忙。就是因为账目不清楚，那手脚不干净，那老爷才把他给打发回去，让他反省。我跟你说这干嘛呀？哎呀，娘，那明天还是您去买菜吗？你是觉得我今天还被惊吓的不够啊？哦，那还是老二去吧。不行，再富有的家庭也禁不住他这么办。唉，可咱家这现在存的米面油，也就够今天这1天的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不，明儿个我去试试，我买。你不能去买菜去，你不在家，这家里的这饭谁做？这家务谁干呐？弟妹可以呀。他做那饭多难吃，你咽得下去啊？娘，您可不知道，弟妹现在做饭手艺不差，今儿二顺还夸她来着呢。是的，娘，嫂子把她绝活都交给我了，我可以的。哎呀，娘，按理说呢，娶了2个媳妇回家，您正应该享清福，不是？娘，要不明儿就让我去试试，如果我不行，咱再想别的办法。那成，明天你去试试。
指明要这个滚边呢，都跟着咱们学呢。那下次去寿德基做衣服的时候，得让他们少点工钱。有道理。大顺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娘说让我买菜，我就说顺路来看看你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呢？老二跟我说了一个驸马街，我就一路寻着找到这儿来了。你说你啊，身上都有了还到处走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啊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报纸。报纸？嗯，做什么用的？做什么用的？啊，这个用处可大了。你看，这一版呢都是一些大事，谁上台了啊，哪儿打仗了。这一版呢就是评论这些大事的是是非非，分析的可清楚了。这边呢就是什么卖货呀、租房的广告了。这个又是什么呀？这个叫钢笔。钢笔？也能写字吗？能啊，我听说啊，你只要会这个毛笔，就会用钢笔，你还可以带在身上随处走。可惜呢，就是我也没用过这个。真有意思。哎，这些成药用的都是什么方剂啊？都是老祖宗传下那些。你们，哦不，我们陈记药铺没有自己的方剂吗？我们陈记药铺就是这方面吃亏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家成药，所以这个生意呢一直不上不下的。爹就为这事儿犯愁呢。陈掌柜，我的蜜丸治好了吗？哎，治好了，周先生，您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取去啊。啊，好。周先生您好。啊，您好。一共是4.2块，您给4块就行。哎，谢谢您。您客气。若是府上还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吩咐。哎，周先生，您要的蜜丸，这个燥气已经去尽了，请放心使用。哎呦，您费心了。周先生，气虚搭配上面这个，血虚搭配下面这个。若气血两虚啊，2个一起服用就行。记住了。您太太这人可真好，又给我推荐了几样搭配蜜丸的好东西。应当的。哎，走了。您慢走。慢走啊，周先生。你这么厉害吗？就这么会儿功夫，你把这几样最贵的补品给卖出去了？对啊。你怎么做到的呀？我就是问他为什么要定制蜜丸，他说家里人身体不舒服。我说这些蜜丸只能治标，若是搭配上那几样的话，不光是能治本，还能够事半功倍，1年进补的钱还省下来不少。他这一算账就都买了。韶华，你可太会做生意了。这些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。真的，你真的很厉害。你知道吗？就这几样补品，我们一直都没卖出去。我跟爹啊，都打算把这个亏钱甩卖。哎，那我这么厉害，